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ku， 现在是早上，也不是早上了，现在是快接近中午的11点。今天我和我的小伙伴 Jack 来瑞强山和金峰山帐篷露营，1泊2日。第一天我们从这里的瑞强山庄出发，然后在富士建平小屋然后在富士建平小屋搭建好营地之后，我们轻装上阵，先去金峰山，然后从金峰山返回小屋外面的露营地，我们晚上在那里过夜。然后第二天呢，我们继续从小屋出发，去瑞强山，最后回到这里。我和杰克都是第一次露营，对，第一次露营登山。对，这条路线比较适合初次重装1泊2日的新手去登山，因为我们可以把帐篷放在富士建平小屋，然后背一个冲顶包，比较轻松的、没有负担的去爬金峰山和瑞强山2座山。今天第一天的行程，金峰山可能会稍微的累一些，我们选择先苦后甜，然后第二天爬瑞强山。OK， 那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出发。杰克上个月开 Yamap 记录行程，我们去爬的唐松岳，然后他一直没有关，忘记关了。645个小时。本想着会很冷，结果意外的很热。Jack 已经把他的冲锋衣脱了，就顺着这上去。你看那有围栏，那儿就是登山道，继续往上。今天的天气是我今年2025年登山遇到的最好的天气，从来都没有这么晴过。所以说，我预想的今天会很冷，但是走到现在非常的热，出了很多汗，上去得脱一层衣服。走到这里后，往前走上去就是富士建平小屋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水厂，在那边。露营的话是一个人2000，然后要在那边那个木台子上露营的话要加500。啊，はい。大丈夫ですか？はい、何ですか？あ、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分の支払い証明書です。テストの目指すとこ結んでください。啊，はい。把这个绑在帐篷上，来表示你的帐篷已经开始开过了。走吧。找了一圈，我们今天晚上决定在这里搭帐篷。
而不是今天晚上现在。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重包放在帐篷里，然后去登金峰山。我跟 Jack 的包都是格力高力 B65，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小的冲顶包，上山的时候用这个小的冲顶包就可以了。吃个八宝粥，再继续上山。只要是这种可以摸到把手的木头，全都包浆了，超级光。こんにちは。山頂は寒いですか？はい、まあまあ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うです。今からこれから。今日は山小屋のところにテント泊。あ、テント泊。そうですね。下の。そうです。で、明日は水かきそう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一整大块是大月岩。太美了吧！走吧，下山吧。天马上就要完全黑下来了。太冷了，手驾驶了一会儿无人机，已经冻麻了。7点20，重新回到了露营地。妈呀，太漫长了。已经凉了。回到帐篷里面了。今天漫长的一天，我们从早上11点出发，登上了金峰山，然后回到了这个露营地，总共耗时了8个半小时，漫长的一天。但是今年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，我有爬过一次这个金峰山日晷，那时候我们走得很慢，体力也不好，花了10个小时左右。
但是这一次我们只花了8个半小时，而且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我的体力有所增强。然后现在在帐篷里面准备睡觉，明天早上6点钟爬起来，吃个早饭，我们就去瑞强山，争取早早下山。今天又是摸黑下来的，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走得太慢，是因为我们出发的实在是太晚了，所以说明天早上我们5、6点，定了6点的闹铃，6点起来，然后出发。晚安。早饭是豚汁跟巧克力面包。早上吃点热的东西还是很舒服的。桃太郎岩，但我更觉得它像是《鬼灭之刃》里面炭治郎劈开的那块巨石。看一下我的身高和这个石头的对比。不用链子了。下2座山都爬完了，现在开始下山。哈喽，好久不见。好快呀，还有30分钟我们就要重新回到营地了。重新回到了瑞强山庄，我们1天前的起点。OK， 我们完成了2天一泊的金峰山瑞强山之旅，非常的疲惫。然后呢，这趟行程呢，我觉得需要优化的地方呢，主要还是睡眠系统，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睡觉的地方大概是几度？零下2度，零下2度，零下2度。对，我们睡觉的地方，昨天晚上是零下2度左右，然后我用了一个 R 值，大概是3.6的睡垫，跟舒适温度是-1度的睡袋，然后整体上温度就是身体上的温度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还挺暖和的。但是我的脚非常的冷，非常的冷，脚非常的冰，
所以说我觉得即使是这种温度情况下，也需要去买一个那种羽绒的那种脚套，然后套到脚上，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冷。然后其次呢是扎营位置，我昨天晚上扎在一个非常缓的一个小坡，我想着头朝上应该不会是什么影响，但是睡袋和睡垫之间非常的光滑，我一晚上都在往下滑，然后不断的像毛毛虫一样的继续再蹭上去，这也是一个导致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原因。准备一定要充分吧，就是你带的装备一定要比你实际上用的要多一点，要 overspec 一点。对，就比如说我们这次说手套和帽子，对，本来没想着戴，但是非常的有作用。但是晚上其实还是有用的。对，因为你就像你说的，我们可以承受热，但是不能承受太冷。对，所以说，然后就是晚上下山的时候那一段，如果朋友们下次再去的话，晚上可能要小心一点。对，一定要计划好时间。其实这次我们走的速度没有很慢，就是出发的时间特别的晚，因为金峰山它来回需要8个小时的路程。我们早上11点吧，11点到这儿。我们早上11点到这儿，然后对到那个小屋那边，不是小屋那边，大概是晚上7点20好像。对，我们走了大概7点20。对，我们走了大概1个半小时的黑路，一路狂奔，只有我们俩。因为现在日本的熊非常非常的多，晚上还是尽量避免天黑之后下山。所以说，如果让我重新再走一遍的话，我觉得即使会很累，第二天会很累，第一天我还是会去比较轻松的瑞强山，因为我们当时时间不是很多。没错。对，然后第二天我们再去金峰山。你看，我们今天从瑞强山下来，现在才几点？现在是下午2点。所以说，如果其实把第二天放在金峰山可能会合适一点，但是实在是太累了，我们不想把最累的放到第二天。没错，体力可以的话，还是第一天把累的话对，对，是这样。OK， 那总结了这么多，希望下次改正每一个缺点，然后让下一次的旅程更加顺利一些。OK， 就这样吧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